大家好，我是道道，咱们暂时抛开麋鹿测试不谈，来看看这一台上市订单即过万的长安 UNI-K 到底值不值？我们今天不只要体验这台长安 UNI-K 各个方面，还要重点考察它的动力以及燃油经济性到底怎么样。所以今天就以100里挑战的形式，来看看它的100公里真实油耗到底是多少。那么在出发之前，就不得不提到长安 UNI-K 的内外设计。在去年广州车展亮相的时候这台车就引发了很多人的关注。我相信这个上市的万台订单，其中有90%都是冲着这个颜值去的。确实 ，UNI-T 为家族奠定了良好的基础。UNI-K 在这个基础之上放大升级，并且采用跨界车身以及酷配 SUV 的造型，看起来是非常好看。同时，车身比例也十分的协调。21寸的轮毂加上265的宽胎，给人感觉是很性能的。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细节，车头部分可以看到是有一个很有未来感的进气格栅，同时尖利的大灯加上贯穿且对称的保险杠，这个车头还不错。车身侧面还有3个小亮点，第一个呢就是这个防导流槽设计，然后是隐藏式门把手，以及 C 柱附近的腰线折角设计。来到尾部，我们从上至下来看一下，上沿是这个 CS75 Plus 沿用过来的高位刹车灯，然后这个贯穿式尾灯还蛮好看，加上下面的双边4出排气，同样也在呼应它的性能范儿。不过呢，怎么看起来有点卡宴酷配那味儿啊？我知道很多朋友想看长安 UNI-K 的内饰布置，或者说它这么新颖的设计有哪些长处和短板。那我们一起就来看一下这台长安 UNI-K 到底有哪些亮点。其实你可以看得到，它整体这个内饰的错落式布置比较多的，这个是和传统的一些车不太一样，并且它把这个仪表放在了比较高的地方。飞行式仪表呢确实很好看，有点像标致那种设计。但是我之前在体验标致的时候就发现一个问题，飞行式仪表很容易去挡住一部分的视线，即便它和机盖重合，但给人感觉这一段的距离短的话，你会觉得这个视线是受限的。然后呢，这个飞行式仪表的设计虽然好看，它也会进一步影响到哪儿？就是这个方向盘别以为这个方向盘是故意去设计成双平底的设计，最主要的原因我觉得还是因为妥协。坐在驾驶座上面，你去看这个仪表的时候，刚好它的下边缘是和这个平底的上边缘重合，也就是说，如果做一个圆弧状的方向盘的话，必然会挡住前面仪表盘的一些信息。既然长安 UNI-K 的空间这么大，我们不如来看一下车内的储物空间布置到底怎么样。前后排都要看，前排可以看到它确实空间还蛮丰富的首先可以看到中控台上面这儿有一个无线充电板，放手机的，2个杯架，这个是标准杯架，而且这个对开门式的设计，下面的空间还蛮大。看看我的手已经伸下去了，并且前面还有一点点拓展空间，这个我觉得是整体比较亮眼的地方。还有就是这儿，在中控台的下面这么一个镂空的设计，放女士大号的包包问题是不大的，放一双高跟鞋更没有问题，并且它下面还带有一些接口，所以操作起来还是蛮方便。这一块就非常亮眼了。除了这个之外呢，就常规的一些功能设计，其实后排的乘坐空间确实设计的不错，储物空间呢考虑就比较正常了，也没有特别突出的一些表现。比如说门板也是这种封闭的拉手，然后这个门板的储物空间大概也就是2瓶水左右的这么一个储物空间，正常。然后什么储物袋呀，这个地方有一个小的凹槽，但是感觉实用性呢一般，放一些日常用品是可以的。这个扶手并不算特别大，而且没有中央储物盒，毕竟比较短嘛，就一个2个杯架在这个地方。那后排大概就是这样的情况。总体来讲，长安 UNI-K 上车第一时间你会发现中间那个镂空特别的大，
然后觉得这个车实用性特别强。那七系体验的话，除了这个中控台的扶手箱和镂空之外，其他部分都是正常。来，我们来看一下长安 UNI-K 的油耗和小计里程在一个界面上，这样就更好操作了。数据清零，准备出发。今天我们从上海出发到苏州的昆山这个淀山湖这边，那总体行驶的这么一个路程基本上是快速路、高架下面的这些城区道路，以及一些乡村道路，还有国道等等，没有跑高速。总体的均速大概在30公里左右。不过因为长安 UNI-T 并没有显示出来，我只能猜个大概啊。现在我们的这个油耗基本上维持在9个左右，而且也没有进一步的向下的趋势。基本上可能会锁定在这样的一个油耗左右。那么在动力的响应上，我觉得 Normal 模式标准以及运动模式的差别并不是很大。运动模式呢，它会配一个这样的基值来显示，大概最大基值会在0.4左右，也就是说其实它的这种加速感就正如我的体感一样比较明显的是没有太激进的这么一个表现。所以总体来讲 UNI-K 外观运动，内饰显得比较年轻，但是它的取向还是比较偏家用的那种。长安 UNI-K 在底盘调教方面依旧是偏重家用这种属性，它的舒适性表现的还是比较明显的同时呢，我们可以感受到它的底盘滤震方面是非常的尽力去做，然后阻尼呢尽量是调到适中的一个状态。不过呢，因为21寸的大轮圈，必然将这个轮胎的扁平比做得比较小一些，所以在过滤震动的时候，轮胎就没有起到比较重要的作用，反而有一些震动因为这个大轮毂而传递到这个车身里边来。刚才我们在过一些细碎路面的时候就感受得比较明显。当然这种比较好的铺装路面的时候，它还是展现出来比较良好的公路性能，这种感觉就像那种调教比较偏家用的一些酷配 SUV， 这是一种典型的风格。它的这个侧向的支撑性总体来说还做得不错给人感觉是比较的有信心的，所以这种驾控感不会是特别模糊的。不过长安 UNI-K 又有一个特性，就是它方向盘在初段的虚位还是比较多的。你看这样的话，车身都没有明显的去甩动，也就是说其实刻意去钝化这种方向的清晰感，是为了更好的有一种保证一种舒适性。这种车给人感觉就像是我这种年龄段30多岁的一种需求，它有大空间，有这种时尚感，同时有运动的造型，就完全可以满足了。并且这种30岁的男人通常会注意到家庭的一些和谐，就是说后排乘客一定要舒适，然后这个就是最大的诉求。现在我们已经行驶了85公里，表显的平均油耗9.9升，可能最后也就像我开始预测的那样，在9升到10升左右还有15公里，赶紧把它跑完。我们去看一下最后实际加油量。一直在不同的复杂路况下面去行驶，所以真的是从早跑到黑，现在快要天黑了。我然后发现在门板上面是有氛围灯的刚才隐约是看到它好像在跳动，结果这个时候真的是看到了这个氛围灯，它的这种跳动方式是不规则的。相比于奔驰的那种比较渐变式柔和的氛围灯，长安这个氛围灯显得更跳脱一些。除了颜值最受关注之外，长安 UNI-K 的这一套动力系统我相信也是大家非常非常关注的。 2.0T 加 8AT 在主流的这么一圈的对手当中，你都会发现它是非常领先的。 2.0T 确实这个高功率也是非常
出色，171千瓦最大功率，还有390牛米峰值扭矩。它其实从这个账面数据来看啊，可以让冠道汗颜，让汉兰达流泪。但实际上它的动力输出呢，感觉还是比较偏这种家用属性一些，并没有特别暴躁的性能车表现。但是呢，你要说这个车开起来好不好开，我觉得第一时间你会觉得它是好开的。一方面流畅感非常强，8AT 变速箱的匹配在各个工况下面都还是有不错的一个这种表现。然后呢，顿挫感比较少，几乎是抹平了这种感觉，然后你会觉得开起来比较的舒心。但如果你需要运动的话，它还有一个运动模式可以选择。这个时候仪表盘旁边的那块小屏会显示出 Sport 模式，然后还有就是有一个基值的显示啊，这一点还是蛮有仪式感的。然后这个时候其实转速会保持在2500转左右，所以当你一加油的时候，它会有一个很好的响应。不过在我看来，这么好的一个参数，具体的表现上 Sport 这种运动模式并没有达到我的心理预期，而是还是有一些中规中矩的表现，基本上和 Normal 模式没有太大的差别，并且 Sport 模式下面也没有刻意去把方向做得更加的灵敏，或者说油门的这个灵敏程度更高，并没有，而是正常的一种取向。所以其实它还是满足了这种30岁人群的一个诉求吧，对于动力够用就可以，但不要太过于暴躁，而且我需要更多的是这种舒适的内饰、精致感以及科技感等等，这样就可以了。现在我们已经到达加油站，可以看到100公里整表显的油耗是9.7升每百公里。那我们就看一下具体的燃油消耗量到底是多少。最终结果出炉，表显油耗9.8升，实际的加油量甚至达到了12.26升，这个差距还是有很明显的啊。那么我们可以总结一下，今天从上海开到淀山湖这边，一共100公里，路况是比较复杂，甚至说红绿灯也比较多，但是呢，它的平均速度基本上在30多左右，最后有这么一个油耗数据，还是蛮让人意外的，甚至说有些不尽如人意。在这个强调节能减排的时代啊，这个能耗表现恐怕有些落后了。看来长安在燃油发动机的研发方面还任重而道远。感谢收看今天的百里挑战，我们下一期再见，拜拜。